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中美贸易的文章，主要就是介绍在过去的一年中，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是呢中美贸易额创新高，凸显了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些方面的事儿吧。这篇文章报道了翻看2021年中国外贸成绩单，可以发现不仅进出口突破6万亿美元，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额也同比增长了近30%，达到了755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些数据呢，都反映了中美贸易额领域的紧密依存，也再次印证了中美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作为在美国生活了10几年的我，每次我们出去消费、逛商场，所到之处，小到平时的日用品，大到家电、家具等等各类商品，都是中国制造。作为中国人，当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的时候，也感觉无比的骄傲。每次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中美贸易摩擦，但是呢，两国贸易往来反而更加的频繁。数据呢显示，自2018年7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来，中美贸易额除2019年同比有所下降外，其他的年份均处于增长态势，而新冠肺炎发生以来更为明显。2020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8.3%， 2021年再次大幅增长，而且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持续高于进口。这些贸易的紧密往来说明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也有研究报道指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失败告终了。贸易摩擦下，中美贸易额何以不减反增呢？观察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有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占了大头，电脑、手机、玩具等产品也增势良好。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长既有美国抗疫的需求，也有美国消费复苏的原因，更是疫情下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体现。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有效统筹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供应链体系完备。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所以说呢，中美之间经贸结构互补，互相依存态势是不能轻易割裂的。性价比高的中国产品也令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爱不释手，甚至呢有美国用户疫情期间迟迟买不到冰箱，兜兜转转最后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的最靠谱。实际上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超过 90% 其实都是由美国的企业和家庭承担，高额的关税也给美国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随便看看美国的任何一家商场就能感觉得到，美国的消费市场是无法放弃来自中国的商品，增长的商品成本呢，只能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所以呢，美国的商家也不止一次地督促美国政府扩大自中国进口的关税豁免范围，减轻消费者的压力。尽管他们加征关税和制裁，也没能阻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决心。中国呢，在这些年呢崛起的速度，大概也让美国人信来了，真的是挺厉害的。中国搞的很多大的项目，一般小政府都搞不了，而且中国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劲头都很大。说实话，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正在失去它的影响力。但是呢，我也不同意民间的说法，什么美国衰败了。其实不是美国衰败了，而是中国的崛起太厉害了，美国有点不放心了。话说到美国并没有衰败，可能又有人要骂我了。但是呢，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美中贸易的摩擦一直都有，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双方说话不免激烈，因此呢，也难免会激起民众的反美情绪。很多的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的老百姓并不了解真相的方方面面，自己呢也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呢就无法的客观看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舆论导向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很多人，也就是一些自身没有判断能力的人。而美国的老百姓呢，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随着物价接连上涨越来越高，随着生活幸福感越来越低。俄乌战争导致汽油涨价，加剧了美国的恶性通胀。不只是高油价，伴随而来的还有食品价格、汽车价格、住房成本上涨等等，影响了美国人的方方面面。根据报道呢，在过去的12个月呢，普通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7.9%， 创下了该指数40年以来的新高。食品价格上涨 1%， 家庭食品价格上涨了 1.4%。这些呢，都是自2020年4月新冠疫情以来涨幅最高的一个月。而能源呢，也是价格飙升的先锋之一，2月份上涨了 3.5%， 约占整体涨幅的1/3。住房成本也在12个月里上涨了 4.7%， 这些呢，也是自1991年以来最快的年度涨幅。全球石油价格决定着美国汽油的价格，这种价格呢，无法脱离不断变化的全球动态。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呢，我们只能希望社会稳定，全世界各国能和平相处。今天呢，是2022年的3月10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而且呢，最近呢，美中关系呢又磕磕碰碰的，所以呢，也让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把很多的矛盾都指向了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身上，动不动就责骂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其实呢，这和普通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呢，我也看到了一则新闻，也就是总理记者招待会总理的发言。他说，两国关系虽然有磕磕碰碰，但一直都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还是希望双方按照2个元首在去年年底视频会议时达成的共识，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地管控分歧，尊重彼此的核心利和重大关切。还是要多对话、多沟通，既然双方互相打开了大门，就不用再关上了。处理好彼此的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当前不少全球性的挑战都需要中美两国开展合作，中美合作对两国对世界都有利。说到这里，大家想一想，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2个大国团结起来，共同发展，共同造福人类，这才是人类的福音。大家说是不是呀？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